硬币在社区死掉的13个人，被一次性的全部干掉，这根本就不可能。他们一半的人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高压冲击波，只有100毫米的中炮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是金属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地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为什么这么肯定？大佐，美制 M1911手枪，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那他是谁呢？ 任婷，不知道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咱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主要是因为最近我被一个比杨排风还疯的女人快给折磨死了。但是还好，我们一块在鹰嘴崖干掉了一大帮鬼子。 算是一点回报吧。那杨排风的耳朵还给震坏了。金爷，金爷，哎，进来。金爷，你心情不好啊？跟这女的在一块，心情好得了吗？ 哼哼，你坐下，大海。阿尔巴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今后什么打算啊？跟着您啊，跟着我，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 还得隐姓埋名。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呢？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吧。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哎呀，姐，就是你说那娘们儿能让咱走吗？ 好歹他是个队长吧，说出来的话他还能赖账？今天那个仗打的那个比我好，绝对。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首先，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很感激大家。但是，今天该徐先生，今天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对。
该说的话。但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委屈你了，等我们突围了鬼子包围圈，一定请你吃餐大的，对吧？该说的话我必须得。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饱了就回去吧啊！我要说话。爷爷，你别生气，你该说说你的。你也别说话。我要跟你说话。说。屋里说。背着人也就算了，还关门儿。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坐。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看着我。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救了大伙儿，这是事实吧？大伙儿，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没门儿！凭什么？凭什么？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了。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那是客气话，这叫礼貌。怎么着？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批准。小，再见。金先生，金先生，干什么？我可救过大伙儿的命啊！是，得知恩图报吧？是。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哎，让开。刚吃饱了饭，不宜做剧烈运动，扯断了肠子，我可不会接。好，都不睡觉了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你们能在这儿守一宿。好，我先睡，睡好了我再走。我要睡觉。时间是不早了，大伙儿都回去睡吧。铁中，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
会。会被震成聋子。哎，想跑。队长，人呢？什么人？我问你们人呢？哎，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快给我去找啊！快！什么缺德人才，就是个才华贼的把式。姓金的，姓张子，你出来！队长，打听到了，在哪儿？往南边去了。南边。哎，队长。这耳朵能治？真的，就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治这小毛病不难。什么？好治不难，吃我的2副药就治好。哎，金姐，咱要不要把这些药给带队长这边？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我当然不想了，我骗呀我。那就赶快吃，吃完了咱们好赶路。那咱去哪儿啊？去东安城找归建英。都别动！仔细排查。刘队长，这个我们这都是良民，没有八路啊！他妈的滚开！行了，去哪儿啊？你，队长为你调查，徐老六，他是个聋子。啊对，妈呀，土八路，跑到我的地方来了！我们都是好人。带走，走。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会还你呀！就你他妈是个聋子！我还告诉你们，在10里8乡的，不管是聋子、耳背的，都给我到黄金县门队走一趟。还有谁是聋子？
给老子自己站出来！你是八路？我不是。不是你他妈叫啥？这个年月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金就是八路。他们家呀，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朵聋了，绝对不是八路。不好意思啊。大贵儿，大贵儿，大哥，你怎么来了？听见有步子。走！哎，队长，队长，王云走好啊，王云。怎么一个岗哨都没有？土八路就是土八路。金先生，哎，你吓死我了！睡得也太死了，你们！你们队长呢？他不是找你去了吗？那是抓。哎呦，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真的？真的啊！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应该快到双塔镇了。他是往鬼子堆里扎呀！就是近视短。嘿，怎么了？有人，快躲！大哥，你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被八路发现？没有没有，你确认他是一个聋子？不穿聋，能听见一点儿。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对，兄弟们，退步跑！好，好。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儿了。祝你们好运。哎，金先生，金先生，哎，等等，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不可能，对，哼，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所有人，双塔镇突围！哎，等会儿！
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因为那里有我们队长。对，走。嗨，嗨！一群土包。集体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跑步。等会儿。我答应你。跑速快点，要不3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快！怎么都还在这儿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看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我记住了。不过秦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全体都有。敬礼。出发。快！快点，兄弟们，抓到活的黄金钟的入场！快！大哥，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边还亮马路军的军装呢。刚刚洗过。你进去。他妈的怕什么？把露台炕光着呢，快！德官，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他妈的，一群废物！有没有八路也给个信儿？大哥，大哥，大哥！他妈的，给我打！把我打到山顶！看是谁杀了我大哥！他们人呢？他妈的人呢？
你向上抢，绝不让战王土王路和你院在80米之内。放心吧，天不让战王土地给你走，往黑人打！是。在院里，是季先生自己要求的。他的话你也信的？院内多危险，你不知道吗？这么危险，怎么才攻击？是他说的，等鬼子的枪声完全停止以后，让我数30下再打。可我只数了20下就打了。你猪脑子呀！就是一块石头，那也被炸成面面了。太远了，够不到！再搞，他的尸体就拼不到一块儿去了，危险！自己扎自己，那是我们自己的手哎，是季先生管我们要的。这小子还活着。你胳膊受伤了，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吧？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下来吧。哎，小心点。不对，我上过你们一回当了，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架了呀？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太把自己当成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都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我戴金花说话算数。信你一回。慢点，慢点，小心啊！算你这次讲信用。既然一块打过仗，那就是战友了。没准哪天在战场上还碰得上。来，不用送，哎，干什么？哎呀，轻点！我就知道这绑架。都给我轻着点抬！一句话，新
金爷，金爷，我回来了，金爷。金爷，哎，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泥箱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大海，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哎，金爷，你伤得重吗？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这还不重啊？你都做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优待？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她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那臭娘们儿。回来！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听不见。哎，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没有？他都这么对您了，您还给他这个呀？不给。哎呀，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我可有言在先啊，他要态度不好，不原谅。不说软话，不原谅。给您道歉鞠躬不到90度，不原谅。这么多啊？这还多了，金爷，不多了。就给1碗猪蹄汤，不原谅。干什么？这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动静太大了吧？就是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李征，敬礼！礼毕。戴队长，这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好好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金爷，他说你不懂事理，能听见吗？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谁被迫谁呀？大的情节很清楚，小的细节不纠缠。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到底谁错了？是我，对不起。请原谅。太隆重了。走。躲什么躲？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折过腰，你还嫌弃了？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
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弄俩菜，好火酒，好好谈。好。这些皇协军全是些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真心开花。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啊！可皇协军说，这是谢土八路啊。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确实没有。地图。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的八路，都必须抓住。嘿！还没开饭呢，酒也没烫，菜也没做，这就来了。还是谈好了再吃饭吧，有助于消化。谈不好，吃饭能噎死你啊！一定能谈好。买路的钱，治病的药，专治耳朵听不见。贿赂我？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一看就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这药是真的，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上药。你这么近干什么？远点！你自己上吧。你过来，给我念念。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2天，2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那还是我来吧。药方，耳鸣。过来，这儿念。药方，来喝。哎，来，兄弟，赶快猪蹄子！哎，吃。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哎，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哎，金先生不敢说啊，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2个呀是非奸即盗。哎，你这怎么说话呢？我说啥了？哎，三毛，坐，坐，人家只是打个比喻。哎，大海，我给你透露个事儿。哎，
哎，你老咳嗽什么呀？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咱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呀！冲你这句话，我干了！哎，豪爽豪爽！哎，其实啊，我们队长答应放你们走了。真的呀？真的？那这事我得赶紧跟街上说说去。哎，你别急呀，别急呀，别急呀！哎，对啊，你看我都跟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哎，对，给咱说说。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对，是。你说这金先生，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就是啊。但是压根儿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来，他呀，其实是晋绥军852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明白了吧？国民党。哎，过来！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变好眼儿。看来是好多了。现在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这么说，你同意我走了？太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你真是个好同志，好队长。You are amazing。他是国民党晋绥军852团的。我可以解释。从不听国民党解释，都出去！一会儿把他抬出去就行了。队长，执行命令。是。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我没有骗你。可你是国民党，是852团的，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国民党和罪过不能划等号，我们是有信仰的。胡扯！信仰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爷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我很清楚，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还没算。戴金花跟你们852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必须老实交代。我不是你的俘虏。用枪抓你当俘虏，我都嫌丢人。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别动，都一边看着。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的做法。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对待你这样头号大坏蛋，
那就是一顿抽揍。别以为我收拾不了你。看来这是事实了。算个平手行不行？不行。哎，不打了，不打了，算我输了，行了吧？你让我走吧。不行，嘴上说不算，打到你才算。你，看来今天只有把你打倒，对不起。谁打倒谁还不一定呢。看来今天你输了。无赖！我的眼睛，给我洗洗眼睛，给我擦一下眼睛。能看清了吧？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闭嘴！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凭什么不能说呀？他敢做还不让人说？你给我擦擦的！行，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5处鬼子的伤，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那也不至于对待我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凭什么崩我？凭什么？凭什么？2年前，肖家坪你应该去过吧？这帮穷鬼，敢分我肖家的粮！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团座，团座，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小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委员长和我萧百川的天敌。预备！我们是军人，军人起码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尊严，否则和刽子手有什么区别？既然你去过，那么枪毙你，就是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这个权利不仅队长有，我也有，我们游击队所有人都有。说了，留在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给部队留点种，必须撤！队长，撤！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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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代表你还好吗？很久没这么跟你唠嗑了，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兄弟们，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852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队长，人给你带来了。这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给你松绑，是给你逃跑的机会。逃跑？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佩服。出发了。走走。兄弟们，对不起你们了。党代表，我听你的了。看过了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这么硬了？就晚了这一步啊！晚一步，步步晚的。哎，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着。你的意思？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桥上没遮没拦的，只要对面920机枪一响，我们谁都过不去。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那多憋屈！况且还有这个家伙没送到。你说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会不会有奸细？别瞎说！怎么过河脑子都不够用啊？还想那些歪道道？你别忘了，他可是精髓军852团的。这些天，通过打的这几仗来看，我想他们不是干出那些撒三滥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哼，嗓子卡驴毛了。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
我们被包围了。即将。我不招你，你最好别来招我，因为你现在说的话，一定会成为扰乱军心的罪过。我真心想帮你。动两下嘴皮子，就拿这点成绩，好再跟我说再见。如果你不让我走，我不会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就算对我自己的救赎和补过吧。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鬼子看得明白？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说办法。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我当是什么好办法呢？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呀！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命令，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这是死命令，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如果大家都死了，那还执行个屁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脑子，要靠实力。打仗是靠精神。当初连一块桥板都没有的大渡河铁索桥，你们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机枪10几挺，我们不照样过去了？况且，这座桥还有块桥板呢。那你不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这儿牺牲了，太憋屈了吗？马过大沙河的命令传达到了没有？已经通知到了，但没有发现那只骨头。既然是守株待兔，那就要有耐心。不过，我们这些赶兔子的人可要快一点了。明白。加快速度！我一个人侦查就够了，你来真是多余。你见过孙大圣让唐僧一个人去探路的吗？真想让我当你师傅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还是不信任我呀？怕我跑了？但我相信你一定跑不过子弹。哎，我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呀。是不太像。不像，这样就像了。哎，你耍流氓啊你！耍流氓！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起腻。好，我不跟你编了，行了吧？还是想想咱俩怎么走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不了。白龙马来了。白龙马？嗯。哎，怎么运这么多粮食啊？哦，这是东洋人让拉的。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
都被征集完了。还有这么多草料呢。哦，那是喂马的。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侦查完了。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可就麻烦了。就这，站这，回去。你下来。你也是车把式？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教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啊啊啊啊啊！行了行了，你呢？这是我媳妇儿。你们去城里干什么？二他大爷，你就这么走了？是我们不孝啊！行了，把货卸下来，掉头回去，掉头回去。哭着一嗓子，吓死我了！我不哭能行吗？胳膊上连块黑纱都没有，小鬼子也不信。那你也不能咒我哥呀！我没哥，你有哥呀！你不有小舅？封锁这座桥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大量的调集粮草。他们应该是准备大扫荡了。我怎么没看出来？仅仅是因为鬼子运粮了？秘密运粮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粮食都是大米。没错啊，小鬼子就是爱吃这种米饭坨坨。不，只有鬼子的主力部队才会吃大米。其次，就是车上的粮草。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鬼子身边并没有马，所以我想，这些草料应该是给鬼子的骑兵部队，或者是他们的重炮辎重部队的马匹准备的。你们想想，就咱们这点小股部队，鬼子至于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对咱们重重围剿吗？这买卖不划算，顶多是个搂草打兔子。没错，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鬼子这回对你们根据地的围剿规模，大概在2个师团左右。直接说人数。10000人以上。报阁下，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急电。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们的行动已经纳入到冈村宁次将军亲自指挥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清剿行动中。我们有5万多精兵，别说是人，就是一只兔子也不可能活着漏掉。
谢谢你听取了我的意见，没向错误的泥潭滑进。咱们又躲过了鬼子的陷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你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你烦不烦？我烦什么呀？我又指挥了一场胜仗，我很高兴。看你嘚瑟样，算咱俩指挥的，行了吧？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通知部队，停止前进。你要干什么？我得好好想想。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只给你5分钟考虑时间。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我得回去。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不矛盾，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报这个信儿？靠这2条腿吗？就算你找一匹马，4条腿也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那也得跑啊！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们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浇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3炮。猴子，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扫荡结束以后，再按照原计划向西返回根据地。那你呢？我和3炮组织敢死队，重新打回大沙河。是，我不同意。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要你国民党来管吗？笑话！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建议你听我的。我是指挥员，干部。干部就是村长。别胡说八道，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啊，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来，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着？穷讲究！站起来！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说，找一台发报机，干什么用的？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孙大圣啊！孙大圣是一个跟头108000里，而这台发报机是1秒钟30万公里，比孙大圣还快。你算术不错。拐着弯骂我是不是？还不赶快找孙大圣！发报机长什么样？看了你就知道了。阵势我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阵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
人都是用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我再警告你一次，不准再叫我国君。我也再警告你一次，我要看见的不是小鬼子，是发报机。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发报机。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小队成员。生抢啊！生抢？也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子。费了半天唾沫说的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你觉着馊吗？你要是觉着馊，那鬼子也会觉着馊。馊了他就没人要，就没有人防范。你说这是不是个机会？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谁让你去抢这个呢？那抢哪个？往敌人的身后走。司令部。发现有的时候你还挺聪明。借着我夸自己的吧，嗯？别臭美。往那儿看，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的？那不是金丝，是铜丝。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你也没问我呀。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啊。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10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5万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不知道。那怎么快呀？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你当是飞鸽传书呢？那你告诉我，我去弄。那也得我亲自去。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我谢谢你了。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我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你要多长时间？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10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招行吗？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是草木皆兵。
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病，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病。我还是有点担心。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ご苦労様、今何時ですか？听懂了吗？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你们听着呢。有戏，开始吧。你俩去准备去。猴哥，还是你来吧。刚才就我来的，你来。我尿不出来啊，我。看人家尿得出来。那你来。我尿。还得我给你吹口哨啊。云南人几十盖，打过来喽！还得有个来，别个喽，别个喽，打过来喽！别个喽，打过来喽！还得有个来，别个喽，别个喽，打过来喽！别个喽！云南人几十盖，打过来喽！还得有个来，别个喽，别个喽，打过来喽！别个喽！别捡了，别捡了，快走！云南人几十盖，打过来喽！还得有个来，别个喽，别个喽！打过来喽！
一片混乱，成何体统？全部出来，撤！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有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就这么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个熏成这样子。作为军人，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看看，一个军纪不正的，你骡子带着，那你站好了。像你们这个样子，还怎么打胜仗？这一天终于让我等到了。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明白吗？这谁放的烟？他很勇敢。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